呢條影片要多謝 NordVPN 嘅贊助，唔知大家有冇試過喺網上購物咧？無論買機票、訂酒店或者其他串流平台嘅影音服務如果用 VPN 設定喺唔同嘅地區咧，就會有唔同嘅價錢嘅。呢幾年咧，我全部都係用 NordVPN 去切換咗唔同地區 check 清楚個價錢之後咧，我先決定係落單嘅喎。有時真係會平好多嘅喎，唔單止係平匯率嗰個折扣咧亦都可以係好大嘅。咁唔單止係咁，有一啲嘅國家咧，而家咧就唔能夠隨意使用呢個 AI 嘅國際通用嘅 AI。咁所以咧，如果用咗 NordVPN 咧，可以切換到一啲就能夠訂購到呢啲 AI 嘅地區嘅話咧，你就可以繼續使用，唔會令到自己只能夠用場內嘅一啲 AI 同世界脫節喎。所以咧，而家咧經我呢條影片下邊嘅 NordVPN 嘅連結去撳入去，再輸入我指定嘅優惠碼 Gavin Chill Talk， 即可以咧獲2年嘅科案咧，係送多4個月嘅使用期嘅，再加上有30日無風險嘅退款保證，唔啱用咧可以完全退翻錢嘅，仲唔使中伏添。下邊就係我推廣連結，有興趣嘅請撳入去睇一睇。大家好，今日係2025年嘅7月14日。咁咧過去6-7年每一年咧都有消息，呢啲消息咧都好統一嘅，嚟自咧喺北美嘅幾位 KOL 講普通話嘅，佢哋咧就係宣傳咧習近平咧當年就會倒台噶啦，或者係靠邊站，或者係失勢，或者而家就話佢退休呢啲咧都有法輪功大紀元體系嘅嗰啲 KOL， 每年都講呢個故事。今年5月份咧又講一次，因為咧今年5月咧習近平咧有2個星期係冇公開現身，冇喺物理上現身，咁佢哋言之鑿鑿就話汪洋呢就已經會預計咗係下一屆接班啦，汪洋呢就會再次成為呢個集體領導，而汪洋喺黨內屬於開明派嚟噶嘛，所以中共咧會回復正常嘅路線嘅。咁呢個當然我都希望係咁樣啦。咁但係過去6-7年咧一次一次咧我都解釋咗呢樣嘢似乎唔會發生嘅。今年亦都係咁樣。今年咧佢5月份有2個星期冇現身，雖然咧每日都有央視嘅新聞啦、人民日報嘅新聞啦、發賀電啦但係冇公開現身。咁但係一個70歲以上嘅老人啦，即係身體每一年可能都會有啲毛病，呢個其實好正常噶。咁但係咧過去幾年咧，似乎咧習近平好常用就係引蛇出洞，就係發現咧佢有一段時間會隱身嘅，然後就有好多人咧就話佢已經倒台跡象啦。最後咧又會復出，最後又會翻嚟啦，將嗰啲人打臉，甚至乎咧就會再拘捕一啲黨內嘅高層或者整頓軍隊喎。或者咧我留意到個 pattern 咧就係習近平每一次有重大嘅路徑轉向咧，佢都會隱身嘅，隱身一段時間，然後復出。就係清理一啲反對勢力，同埋咧去鐵定咧佢原本要執行嘅路線，譬如話對新疆嘅問題係咁樣啦，對中美貿易嘅問題係咁啊，對香港嘅問題亦都係咁樣。咁所以呢個我認為係佢嘅常態嚟嘅。但係去到今年今年嘅7月上個星期7月8號，南華早報就出咗一個專題。南華早報咧係好有大陸嘅好多資料消息咧，好準確嘅。佢每一個城市咧都有記者第一，第二咧佢就馬雲嘅資金嚟嘅，馬雲咧就接近中共最高領導人嘅一啲消息嘅。咁當然啦，所以南華早報咧就被視之為咧比起法輪功體系嗰啲就可信好多嘅。佢都預計咧即係習近平接班嘅機會咧，交班機會係大咗。2027年咧習近平咧就會係完成第3個任期。原本咧中共咧得2個任期嘅啫，國家主席。佢就已經修改咗憲法，就做咗第3任。咁但係佢哋2027年咧就一定係要交班或者連任喎。咁所以而家有消息就話喂，佢準備退休啦。咁到底呢樣嘢是否事實呢？我過去嗰幾年我都一再解釋咗，我認為嘅機會率好低。雖然呢中共上台至今，其實嚴格嚟講係得2位領導人呢係和平交班嘅啫。佢有80%呢基本上都係非和平交班嘅。即使係毛澤東呢佢係即係自然死亡啦。但係佢一死咗之後咧，就出現咗奪權喎，4人幫同埋呢個嘅鄧小平就出現咗奪權啦。所以咧，佢都係非和平交班嘅佢原本就諗住交俾華國鋒，話你辦事我放心，但係4人幫唔接受啊嘛。然後呢個嘅鄧小平李先念陳雲又唔接受啊嘛，所以就出現咗咧呢個嘅內部嘅權力鬥爭。所以嚴格嚟講咧，中共只係得2個領導人係和平交班嘅啫。100年嚟得2個領導人和平交班，呢個厲唔厲害啊？就係得邊2個啊？其實嚴格嚟講計埋習近平係3個，
嗱，首先咧，劉少奇啊就係倒台啦，然後就到毛澤東再復出。毛澤東死咗之後咧，又權力鬥爭。後來咧，權力鬥爭，鄧小平就掌權啦，然後就交咗俾胡耀邦。胡耀邦係倒台嘅，胡耀邦係因為咧反精神污染同埋反資產階級自由化而倒台嘅。咁啊好啦，又交咗俾趙紫陽。趙紫陽因為8964而倒台嘅，咁啊趙紫陽之後咧，鄧小平就再次掌握大權，就將個權力咧就部分轉移咗俾江澤民。咁江澤民就順利接班嘅。朱鎔基、江澤民就成為咗新嘅中國領導人。佢哋係第一次咧，中共啊建黨當時係70年，得一次係和平交班嘅啫，就係江澤民。然後咧，江澤民做緊國家主席同埋黨總書記嘅時候咧，鄧小平就安插咗胡錦濤入去國務院入去呢個做國家副主席，同埋咧呢個嘅朱鎔基繼續做國務院。所以其實江澤民就未大權掌握噶嘛。咁江澤民咧到佢落台嘅時候，佢就繼續做呢個軍委主席，然後將部分權力就轉移咗俾胡錦濤。所以咧第二次和平接班咧就係胡錦濤，但係咧佢都係部分權力接班嘅啫。佢就係由呢個嘅江澤民繼續做軍委。咁後來啦，到胡錦濤第二任期嘅時候咧，江澤民就全退裸退咯。咁然後就由呢一個嘅習近平係做國家副主席。咁習近平就被視之為咧係紅二代啊，共同推舉出嚟一個人物，就係牽制住胡錦濤嘅。咁所以第三次和平接班就係到習近平。所以中共100年嘅歷史得3次和平接班。我認為咧中共咧倒台嘅機會率咧，即係喺個領導人啊倒台嘅機會率咧係非常之高嘅，得3次啊係非呢3次係非鬥爭下咧係權力轉移嘅。但係習近平咧上台啊，都係要整肅咗呢個嘅周永康同埋薄熙來勢力嘅，佢都唔係完全咧係風平浪靜嘅，都係經過鬥爭上嚟嘅。所以咧嚟緊咧，如果第4次和平接班啊固然好啦，但係出現非和平接班嘅機會率咧，其實係極之高嘅。但係我認為咧，鬥爭下咧，而家咧就好難有人鬥得贏習近平，因為啲元老已經垂垂老矣啦。你要開中共擴大會議咧，都冇人可以參加。啲元老已經係90歲以上啦，胡錦濤嗰個精神狀態，你睇到上次出席公開場合嘅時候係要被架走，無論佢係被架走係因為健康理由啊，還是係因為習近平唔滿意佢在場發牢騷，佢都係被架走啊嘛。即係佢能夠可以喺而家嘅元老上面有影響力咧，個機會率係極低，除非佢就好似司馬懿咁犀利啫。司馬懿就扮呢個嘅昏庸扮呢個糊塗，然後就呃咗曹爽，最後就誅滅咗曹爽啊！即係除非胡錦濤係司馬懿，否則咧佢係冇影響力嘅。而家唯一元老有影響力嘅係朱鎔基同埋溫家寶，咁但係咧仲有李瑞環啦，都係太老啦。咁呢啲元老咧基本上發揮唔到應該有嘅影響力。如果上一屆喺佢未想修改憲法之前咧，呢啲元老可能都有機會。但係點解大家係冇辦法阻止到習近平啊？呢個就係叫做貪腐共識，就係因為咧習近平上台之後咧就嚴厲打擊貪腐啊。但係問題改革開放咧，所有嘅國家領導人咧，佢哋屋企人啊都係腰纏萬貫嘅。巴拿馬文件已經揭露晒部分嘅重要資料出嚟，但係佢哋冇被追究。個原因係咩？就係因為共識咯。你讓習近平繼續掌權，習近平就讓你哋嘅家族咧繼續富貴落去，而且佢諗咗個方法咧，可以令到呢啲富貴延續嘅，就係讓佢哋嘅家族成員咧繼續做國有企業嘅高層，咁就可以合法地發大財喎，就唔需要咧好似以前咧鄧小平啊、鄧樸方啊嗰啲咁嘅情況，要倒賣官島。就唔需要啊！而家就有合法嘅途徑，都可以咧每年獲取以億元計嘅收入報酬，就係做國企嘅高層啦，或者係做一啲嘅專利事業啦。咁有太多呢啲例子啦。咁所以咧呢個共識底下咧，大家讓習近平掌權，所以能夠同習近平鬥爭嘅人係極少啊，係唔可能出現啊，因為佢哋都發咗大財啊嘛。你鬥爭你真係冇乜錢嘅時候，或者冇乜地位嘅時候，你先會拼死同佢鬥爭。你繼續可以喺呢個體制度發到大財，你就冇需要同佢鬥爭咯。呢個就係我過去嗰幾年嘅睇法。而第二啦，就係咧習近平咧，佢上咗台之後咧，佢雖然係讓呢啲紅二代、官二代繼續咧係發大財，繼續咧享盡榮華富貴，但係佢同時間係打擊咗好多貪腐勢力嘅喎。
打蒼蠅又打老虎啊，周永康、薄熙來呢啲咧敵對勢力咧都俾佢清除咗。你中間過程咧清洗咗軍方嘅領導多次，所以如果習近平要退休咧，我認為嘅機會率係微乎其微，因為一旦退休佢唔再掌握權力嘅話咧，佢就會調翻轉俾人哋清洗噶咯咁啊，因為你在位嘅時候清除咗好多敵對勢力啊嘛。咁到你冇權冇勢嘅時候，你就會成為啦人哋敵對勢力咧嗰啲餘黨啊所針對嘅對象，你就難以自保嘅。當然就好似江澤民咁啊，最聰明啦，佢就可以咧部分退，繼續做軍委咁習近平係咪可以繼續做軍委，繼續做黨總書記，將國家主席交翻出嚟呢？呢樣嘢當然完全可以啦，但係咁樣唔係真正嘅退休啊嘛，咁樣只係好似鄧小平咁啊，繼續用另外一種形式咧係掌控大權啊嘛。所以我認為咧 SCMP 呢種講法咧我就唔同意嘅。即使咧佢健康出現咗問題即使可能咧佢冇呢個嘅精力繼續掌管國家主席，佢仍然可以牢牢控制黨總書記同埋軍委咁國家主席交出嚟咪交出嚟咯，並冇實質影響嘅因為你掌握咗軍隊，中共係由槍指揮黨嘅，由黨指揮國家，呢個就係中共體制啦嘛。嗱，咁呢度就涉及另一個問題啦。習近平多次講咗要喺任內解決台灣問題，咁呢個任就冇講到係邊一個任，到底係軍委嘅任還是係國家主席嘅任還是係黨總書記嘅任呢？中共嘅解放軍呢係中共嘅黨軍嚟喎咁所以係由黨指揮槍嘅，所以佢可以唔做國家主席，但係呢做呢個嘅軍委或者做黨總書記一樣可以喺任內解決，而呢個任內呢係冇年份限制噶嘛國家主席當然佢修改咗憲法冇啦。咁但係其他咧亦都冇喎，佢可以做到馬哈蒂爾咁喎，馬哈迪馬來西亞做到90幾歲都繼續做喎做到100歲都得㗎，只要佢一日唔死，就好似毛澤東咁，做到死嗰一天都係完全可以嘅。咁呢個咧就涉及到另外一個要講嘅問題啦，就係西安事變。因為咧大陸一個大外宣做過鄧小平嘅英文翻譯嘅，之前嚟過英國喺 BBC 大放厥詞嘅大外宣高志海。呢個高志海當然唔係講嘅說話係個人講嘅說話啦，佢唔係啦，一定係代表官方某啲嘅立場。佢就話咧打台灣武統台灣嗰個代價太高啦，因為好多人咧認為咧，包括美國一啲學者都認為打台灣係2027年前後好極大機會嘅事。習近平話要再連任咧，佢就一定要立一啲嘅大功。而家似乎咧第3個任期無寸尺之功咁所以要喺台灣上面咧要收復。咁但係佢話打台灣咧可能係代價好高但係和平統一咧似乎係遙遙無期。所以咧佢最近咧喺7月4號咧發表咗個演講，就話希望台灣可以有西安事變2.0。呢個1212西安事變咁2.0咁其實佢係呼籲緊台灣搞政變佢諗咗第3個方法出嚟，打佢代價好大，無論打贏定打輸代價都好大噶，打贏打輸都會受到國際制裁噶會喺經濟上咧受到嚴厲打擊噶。咁但係如果你唔讓台灣繼續發展落去呢，習近平就唔能夠喺任內解決台灣問題，建立到一個威望所以佢就諗咗個方法啦，有錢係咪使得鬼推磨呢？喺台灣係咪可以揾咗一個張學良、一個楊虎城出嚟呢？發動政變，其實就係西安事變呢，就係政變，用政變去推翻賴清德，捉咗賴清德佢，就好似當年張學良同埋楊虎城用兵諫軟禁咗蔣介石。呢度涉及到一個千古歷史疑案啦。呢個叫做西安事變，大陸咧一致高度評價張學良，同埋高度評價楊虎城嘅。咁近年呢啲好多史料嘅流出包括咧呢個 William H. Donald 就係一個澳洲嘅記者，咁就喺30年代至到40年代咧係多次同呢個嘅張學良咧有書信來往。咁咧佢啲書信咧佢啲後人咧就賣咗俾啲收藏家，而且咧佢就話咧50年內唔公開嘅。咁但係近年呢啲書信咧慢慢咧就流傳咗，俾其他人咧就收購咗交咗去哥倫比亞大學嘅圖書館。咁呢啲書信咧都詳細知道咧到底西安事變個真實面貌係點樣嘅。咁呢個係 William H. Donald， 咁而家就收藏咗喺哥大。咁好多學者已經公開利用咗佢嘅研究噶啦，因為我哋所知道嘅版本咧都係修改過嘅版本嚟，包括張學良自己接受訪問嘅版本咧，佢梗係講佢自己較為理想嘅一面噶啦。
咁啊，而家我哋知道更直接就係當時張學良點樣同記者佢個好朋友講，都冇公開嘅當年嚇。咁啊，而家已經交代晒。其次咧就係張學良晚年咧係接受咗唐德剛哥大嘅一位教授嘅訪問。咁啊，而家幾十段訪問咧就有晒喺哥倫比亞大學圖書館嘅網站上面嘅嚇。咁啊，呢啲訪問咧就好詳細回憶咗佢嘅一生。包括咗西安事變啦，包括咗東北淪陷啦，包括咗張作霖啊，佢同蔣介石啊、楊虎城嘅關係。咁咧，西安事變咧就係當時蔣介石就去到西安親自督師，就去東北淪陷咗啊。經過呢個嘅張學良指揮，楊虎城就和應，然後一齊咧軟禁咗蔣介石，希望蔣介石咧答應8項嘅訴求，8項訴求缺一不可。第一就係改組國民政府。要國民政府咧吸納各黨派人士共同抗日。第二就停止內戰，唔好再打共匪啦。一定要集中精力對付日本，因為佢哋嘅老家喺東北已經淪陷咗啦嘛。然後釋放所有政治犯，包括嗰啲外國人士無黨派人士共匪啊。第四，開放民眾愛國運動，讓所有國民一齊全面抗日。第五，保障人民集會結社自由。第六，實行孫中山遺囑。孫中山遺囑就要講由要由訓政去到憲政啊嘛。第七就係咧召開救國會議。第八就係聯共抗日。呢個咧就係張學良同埋楊虎城要求蔣介石答應，唔答應就唔放人啦。結果蔣介石咧無奈就要接受最後咧就係翻南京。咁啊，而呢個嘅張學良咧，當時係主張放蔣介石翻南京，楊虎城咧就主張咧殺咗蔣介石以除後患嘅。咁啊，最後張學良就放咗蔣介石。咁啊，張學良後來都俾人軟禁咗一生啦。我哋如果去到台北咧，台北有少帥府，而家做咗餐廳都幾好食噶。我去過幾次啊。咁啊，呢個張學良晚年嘅回憶咧，佢係好後悔。你睇翻美國之音而家好可惜啊。美國之音咧就保存咗好多咧。中共一啲嘅歷史中共咧刪除嘅歷史係我哋研究咧，即係中國近代史咧好重要嘅資料嚟嘅。但係特朗普主政底下啦，就削減經費，咁呢個此情不在啦。咁嗱，張學良咧晚年同郝柏村咧就有好多訪問嘅。咁咧佢晚年咧公開講過，係話咗俾呢個嘅美國之音知，佢係後悔西安事變。佢同呢個中共咧個宣傳唔同，中共話佢係民族英雄，話佢同楊虎城係民族英雄，佢自己認為自己係罪魁禍首，係罪人中嘅罪人。咁佢認為共同抗日係應該嘅，佢反對蔣介石剿匪係反對內戰，因為有主要敵人就係日軍啊嘛，共匪應該係次要敵人嚟噶嘛。但係從後來嘅歷史發現呢，喂，共產黨未必係次要敵人嚟喎。因為佢後來就發動內戰，就同呢個國軍打咗內戰，仲奪取咗江山。佢係反對內戰先至反對蔣介石啫。共產黨後來就多次發動內戰，喺抗日時期都發動內戰，打緊日本仔嘅時候咧，都走去偷襲國民黨國軍。咁所以佢係後悔此其一。此其二咧，就係咧當呢個嘅共產黨全面接管江山之後咧，佢帶俾中國人嘅禍害死亡非正常死亡嘅中國人呢，係比抗日戰爭嘅時期人數係有過之而無不及嘅。咁所以張學良晚年係後悔嘅。咁所以後來呢，喺夏威夷呢，本身江澤民呢有機會同張學良見面嘅，但係江澤民都冇見到。佢哋兩個都冇見到啦，至少。咁其中呢，就係因為張學良呢對自己早年做嘅行為係後悔。佢冇後悔係咩？冇後悔就係勸諫蔣介石。但係有後悔係咩？有後悔咧就係咧，佢呢個結果就導致到咧內戰再爆發。呢個就係張學良嘅情況。楊虎城咧就被視之為愛國民主將軍。咁但係喺台灣嘅角度咧，佢哋就係民族罪人嚟嘅。呢兩個係呢兩個就係秦檜嚟嘅。呢兩個就係禍害中國嘅。如果當年蔣公剿匪成功，再去抗日咧，可能咧就係形勢會唔同。不過咧，即係話雖如此啊，我20幾年前咧，當時喺大學呂元聰教授咧就請咗位朋友嚟，佢係支持國民黨嘅，佢就講，佢話張學良係錯，佢就咁講，我就話
以上帝嘅視覺梗係錯啦，但係以當年咧楊虎城啊就飛去上海，由西安飛去上海再有機會咧經上海咧去見宋子文，再見蔣介石，蔣介石係拒絕咗見面嘅，嬲咗好耐咁啊呢個嘅楊虎城上飛機嘅時候，西安咧有2萬人送機，喺楊虎城同埋張學良咧成功兵諫咗之後咧，整個西安啲人係上街慶祝嘅。喺當時嘅社會氣氛咧，係支持全面抗日，反對內戰。呢個無論係知識分子定係平民百姓咧，都係有咁嘅想法嘅。咁所以有時我哋好難用上帝視角，用100年後、幾十年後睇翻，咁梗係即係剿滅咗共匪先啦。咁但係嗰刻個社會氣氛就認為，梗係抗日先噶咯。所以蔣介石咧就係有先見之明認為先安來而後讓外，但係呢種講法咧就不受社會歡迎社會上梗係認為要抗日先嘅。胡適係支持蔣介石，結果喺北大嘅時候咧係俾無數學生去攻擊鬥爭俾啲學生咧掟雞蛋劃花佢個台，就係因為佢主張咧先安來而後讓外。所以民主社會就係咁樣嘅，有遠見嘅人咧就往往未必接受到民眾。咁所以蔣介石咧就用軍事獨裁呢樣嘢咧，就係軍事獨裁先能夠抗日啊嘛，佢認為呢個就係一個歷史嘅巧妙之處啦。咁而家咧高志海就鼓動台灣要發動兵變，係咪啲國軍國民黨或者係呢個嘅咩馬英九係咪能夠動員到國軍裏邊發動一次政變扣留咗民進黨嘅人，然後就宣布咧兩岸開展和平統一嘅道路談判。咁用呢個方法咧，成為咗下一次嘅馬英九會唔會成為下一個呢個嘅張學良佢有冇咁嘅歷史責任、歷史勇氣咁呢個咧就係高志海嘅睇法。咁高志海我認為佢呢個講法唔係代表佢個人嘅，一定係中共背後咧高層授意嘅睇下呢個第三條路會點樣發展出嚟咯。不過佢而家先打咗開口牌，你打開口牌對方梗係會想辦法阻止攔截你咁樣打開口牌，對方梗係喺島內更加加強去即係反滲透。咁所以呢個都係嚟緊呢2-3年台海風雲都係非常多暗湧。Anyway， 今日講到呢度啦，希望大家歡迎啦呢個影片 like、subscribe、share 睇完影片覺得學咗少少嘢咧，幫手撳個 like， 幫手 share。再收費平台 Patreon 同埋 YouTube 有得優先睇呢條影片，你睇到嘅時候咧，就已經咧係比會員咧係慢咗1日噶啦。咁再加上咧會員影片咧有更多嘅獨家內容，大家支持知識有價，拜拜。